他只是问了陌生人2个问题，结果却让自己成了百万富翁。What do you do and how do you do it？ 男人说他是股票经纪人，高薪和跑车是他们的标配。克里斯好奇，那门槛一定很高吧 You don't have to. Have to be good with numbers and good with people. That's it. Hey, you take care. 这里每个人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克里斯羡慕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在那个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大街上到处都是饥寒交迫的流浪汉。克里斯也为生活每天辛苦地奔波着。早年他用所有积蓄投资了骨密度扫描仪，本以为可以大赚一笔，可大部分医生却认为这是种没用的奢侈品。克里斯只好挨家医院上门推销，愿意购买仪器的医生寥寥无几。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儿子都上了小学，可家里的扫描仪还有一大堆。克里斯必须每个月销售出去2台，才能勉强维持家里的开销和儿子的学费。妻子为了补贴家用打了2份工，他对克里斯的埋怨日益增加。克里斯不管到哪儿都会带着扫描仪，生怕错过推销出去的机会。因为车子经常停在医院附近，克里斯的车子被贴满了罚单，因为交不起罚款，这次警察直接把他的车给拖走了。妻子的抱怨加上生活的重担，压得克里斯喘不过气。他会在晚上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了？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怎么会烂成现在这个样子？克里斯的脸上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笑容，直到这天，他经过一栋大厦，一个开着豪车的男人引起他的注意。克里斯问对方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得知男人是一名股票经纪人，而且他们这行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克里斯决定尝试改变自己的命运。27岁的他心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像这些成功人士一样，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简单来说就是推销股票。可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妻子时，妻子却觉得他是在异想天开。 Not an astronaut? 妻子希望克里斯能脚踏实地，他们已经拖欠了2个月的房租，税局那边也在催他们赶紧交税。妻子愤怒地和克里斯大吵一架，一旁的儿子被吓得不敢说话。隔天，克里斯还是决定去股票公司试一试。他在楼下徘徊了很久，为了给面试官留下一个好印象，克里斯把扫描仪让流浪歌手暂时保管。I'll leave this here with you. Just like 5 minutes. I have a meeting in there and I don't want to carry that in there looking small time. 克里斯从钱包掏出1块钱作为保管费。$1? I'll give you more money when I come back out. It's not valuable. You can't sell it anywhere. I can't even sell it, and it's my job. All right? 说完，克里斯便转身去了股票公司。面试官给了他一份面试申请表，还没等克里斯看清楚上面写了什么，他却从窗户看到流浪歌手带着仪器逃走了。克里斯来不及和面试官交谈，便急匆匆地朝流浪歌手跑去。他跟着对方来到地铁站，可最后还是晚了一步。流浪歌手带着扫描仪扬长而去，克里斯半个月的生活费不见了。回去的路上，他认真看了手里的面试单。这次股票公司将招收20名实习生，但3个月后真正录取的却只有1人。克里斯侥幸地认为他可能会是那幸运的一个。I was good with numbers and good with people. 于是隔天，他亲手把简历给了人事主管。克里斯想坐下来跟对方聊聊关于他简历上看起来比较薄弱的几点，可忙碌的主管并没有给他机会。这里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忙碌，克里斯只好来到楼下。他给医生打电话预约上门推销的时间。这时偷走他扫描仪的流浪歌手再次出现。克里斯飞奔着朝他们跑去。幸运的是，最后他在公交车上夺回了扫描仪。对于这样的生活，妻子受够了。We're going to come out of this.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fine. All right? You said that before. When I got pregnant, it'll be fine. So you don't trust me now? Whatever. I don't care. 面对妻子的不理解，克里斯知道必须尽快改变现状。他整理好心情，再次来到股票公司，想为自己争取一次面试的机会。可主管对他这样的人早已见怪不怪。他说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克里斯见状急中生智，他谎称顺路想搭一下顺风车。在他不懈的努力下，终于获得了与主管单独相处的机会。路上，克里斯讲述着自己的经历。I'm used to being in a position where I have to make decisions and. Listen,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I'm sorry. This thing's impossible. I can do it. No, you can't. No one can. It's bullshit. No, I'm pretty sure I can do it. 克里斯说他在下车前可以拼好魔方。Give it here. 主管不耐烦地将魔方递给克里斯。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魔方刚刚兴起，就连数学家也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复原。可很快，主管的脸色就变了，因为克里斯已经拼好了一面。他向主管讲述拼魔方的要领，这让司机也忍不住放慢了车速。魔方在克里斯手里十分听话。随着魔方更多面被还原，主管脸上也由开始的不屑变得震惊。当出租车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魔方也顺利被克里斯全部还原。主管对眼前这个年轻人有了深刻的印象。或许是主管还沉浸在刚才的震惊中，他下车时竟忘记了支付车费。司机问克里斯要去哪里，克里斯让司机掉头回去。看着计价器上不断上涨的数字，克里斯的钱包里却只剩下5块钱。他开始思考脱身的办法。
在过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克里斯迅速打开车门，拿起扫描仪就跑。他边跑边向司机道歉，司机骂骂咧咧追着他跑进了地铁站。克里斯在车门关上的一瞬间挤了上去，不幸的是扫描仪却被关在了外面。好心人上前帮忙，却也无能为力，扫描仪就这样被落在了地铁站。克里斯给妻子打去电话，让他去接儿子放学，可妻子却对他失望至极，他要收拾行李带儿子从家里搬走。 And we're going to leave now. 妻子的离开无疑是雪上加霜，克里斯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家，妻子和儿子早已不见踪影，柜子里的衣服也全被清空。就在克里斯感到绝望无助的时候，上帝终于眷顾了这个可怜人。股票公司的主管给他打来电话，让他2天后去参加面试。这时房东敲响了房门，因为拖欠了太久的房租，房东要求他立刻从这里搬走。克里斯希望房东能再缓几天，他愿意承担重新粉刷房屋的费用。房东知道他的难处，最后决定再给他1周的时间。隔天，克里斯就买来涂料粉刷起了墙壁。他在墙上写下：“克里斯，你糟透了。”这时门铃再次响起，原来是克里斯拖欠了太久的汽车罚单。警察将他带回了警局，他必须把之前的罚单一次结清。无奈克里斯只好写下1张支票，这是他全部的积蓄。 We verify 9:30 tomorrow morning. What? Yeah, you gotta stay until this thing clears. 克里斯恳求警察能放他回去，因为第2天他要去参加股票公司的面试。可规定就是如此，克里斯必须为他之前的错买单。隔天，克里斯办好了一切手续，眼看面试的时间马上就到，他来不及换衣服就朝公司跑去。赶到时，助理刚好叫到他的名字，克里斯热情地与面试官们握手。老板见他这身装扮，甚至不愿正眼看他。 I've been sitting out there for the last half hour trying to come up with a story that would explain my being here dressed like this. Team playing, something. And I couldn't think. 克里斯坦诚了被警察扣留的经历，众人全都被他轻松的口吻逗笑。老板看到克里斯只有高中学历，对他不是很满意。克里斯见状主动出击。 I'm the type of person. If you ask me a question and I don't know the answer, I'm going to tell you that I don't know. But I bet you what? I know how to find the answer, and I will find the answer. 克里斯的真诚打动了老板，他最后问了一个终极难题。 Chris, what would you say if a guy walked in for an interview without a shirt on? And I hired him. What would you say? He must have had on some really nice pants. 克里斯的回答让老板哈哈大笑，他的幽默帮他顺利获得了实习的机会。回到家，克里斯刷掉了墙上抱怨的字，他决定背水一战，争取到最后转正的名额。晚上，妻子把儿子送了回来，妹妹在别的城市开了家餐厅，他想让妻子过去帮忙。虽然舍不得儿子，但为了生活，妻子选择了背井离乡。接下来的日子，克里斯和儿子相依为命。白天，他送完儿子就赶去公司，认真记录培训老师的上课内容。他不敢喝水，因为上厕所会耽误时间。打电话结束，直接按下挂机键，然后拨打下一个客户的电话。多打一个电话就意味着有多一次机会。克里斯把时间压缩到了极致。下班后，他又马不停蹄去接儿子放学。因为实习期没有工资，克里斯只好带儿子搬进最便宜的旅馆。因为交不起学费，儿子只好上郊区最便宜的学校。他们每天需要坐2个小时的公交，横跨整个城市，从学校回到家。克里斯还有4台扫描仪，如果顺利卖出，可以帮他勉强维持生计。周末，他陪儿子打篮球，儿子说长大了想当一名篮球运动员。克里斯却给儿子泼冷水，他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儿子的篮球水平大概会跟他一样糟。刚才还兴致勃勃的儿子瞬间变得沮丧，他默默把篮球装回了袋子。克里斯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他不该打击儿子的积极性。 Don't ever let somebody tell you you can't do something. Not even me. All right? You got a dream. You got to protect it. People can't do something themselves. They want to tell you you can't do it. You want something, go get it. Period. 克里斯这些话不仅是说给儿子听，更是在鼓励他自己。在克里斯不断的努力下，一位公司老总愿意让他上门推销，不过只给了他20分钟的赶到时间。克里斯急匆匆的下了楼，却被培训老师拦住帮他停车，可外面暂时找不到车位。无奈克里斯只好开车去见客户，可半路上又遇上了堵车。等他来到客户公司的时候，前台告诉他老总已经走了。出来后，他发现汽车又被贴了罚单，没办法，这个罚款也得由他来交。周末，克里斯带着儿子来到老总家，他为上次没能准时赴约感到抱歉。老总被克里斯的真诚所打动，还从来没有人因为迟到登门道歉。他邀请父子俩一起去看橄榄球比赛，在专属包厢里，克里斯再次推销起股票。老总虽然很欣赏克里斯，但最终并没有选择跟他合作。老总把身边的朋友介绍给克里斯认识，他们都成为了克里斯的潜在客户。在实习期的4个月里，克里斯成功把4台扫描仪全都卖了出去。本以为可以顺利度过剩下的2个月，突如其来的一封信却打破了这一切。因为克里斯长期没有交税，账户上仅剩的600块被税局强行划走。房东催促他交房租，他也只能找些牵强的理由。
就在克里斯一筹莫展时，他看到了在地铁丢失的那台扫描仪，正被一名流浪汉带在身边。克里斯上前夺回了仪器，可当他上门给医生推销时，才发现扫描仪不知什么时候坏掉了。I have to go now. No. Just give me a second. I'm sure you'll be able to figure it out. 善良的医生见他不肯罢休，于是让克里斯把仪器修好再来。Look, I'll still be putting money into the office then. All 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I appreciate it. 克里斯和儿子回到住处，发现行李被房东扔了出来，门锁被换，窗户也被锁住。这下他们彻底无家可归了。克里斯带儿子来到地铁站，他把扫描仪当成时光机，和儿子玩起了时空穿越的游戏。为了躲避恐龙的袭击，他们逃进了卫生间。克里斯把地上铺满卫生纸，然后抱着儿子准备睡觉。有人敲门，他就用脚死死抵住，然后用手紧紧捂住儿子的耳朵，生怕吵醒熟睡中的儿子。无助绝望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隔天下班，克里斯带着儿子来到收容所。晚上等儿子熟睡后，克里斯开始维修起了扫描仪。他更换了坏掉的零部件。当开关打开的那一刻，希望之光照在了儿子的脸上。克里斯成功把扫描仪卖了出去，这些钱足够他们熬过接下来的日子。很快到了转正考试这天，克里斯第二个交了试卷。当他从考场走出来，恰巧碰到打车来公司的老板。老板忘记了带钱包，想问他借5块钱支付车费。克里斯犹豫再三，最后拿出钱包里面额最大的5块钱。在老板眼里，5块钱可能微不足道，可这却是克里斯一整天的饭钱。几天后，培训老师叫克里斯到办公室，他知道这是要公布转正的结果。克里斯知道他的成绩并不是最好的，他无比忐忑地和老板握手问好。I thought I'd wear a shirt today. Being the last day and all. But, wear one tomorrow, though, okay? Because tomorrow's going to be your first day. If you'd like to work here as a broker, would you like that, Chris? Yes, sir. 老板掏出上次借他的5块钱。Thank you. 克里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半年后，成为身价100万的富翁。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但有时却发现，幸福可能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梦。但只要我们努力工作和生活，幸福就会与我们不期而遇。让我们像克里斯一样，为自己的坚持鼓掌。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